我看到你们都在庆祝美联储那个大喇叭一喊降息，你们就像巴甫洛夫那条听到铃声的狗一样，开始流口水。你们觉得牛市来了，觉得机会来了，觉得那所谓的财富自由又在那该死的地平线上向你们招手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注定一辈子平庸，因为你们总是试图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一个单变量的线性方程，降息等于上涨，上涨等于发财。我活了99年，经历过10几次所谓的降息周期。我见过太多人在美联储宣布降息的那一刻欢呼雀跃，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，从来不是那些在这个周期里赚到钱的人，而是那些在降息周期里把底裤都输光的人。他们不是因为笨，也不是因为懒，更不是因为运气不好，他们只是染上了一个比贪婪更可怕的习惯，相信幻觉。今天我不想给你们讲什么宏观经济学的陈词滥调，那些商学院的教授会教你们画曲线图，我想教你们如何反过来想。别问怎么赚钱，先问问自己，为什么每次大家都觉得是机会的时候，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候。第一章，迈克尔的悲剧，高智商是如何败给动物本能的。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，这不是童话，这是华尔街的一座墓碑。那是1999年，美联储开始降息，市场一片欢腾。那个时候的空气里都弥漫着贪婪的味道，所有人都在谈论新经济，科技股每天都在创新高。我认识一个叫迈克尔的基金经理，斯坦福毕业，智商超过140，管理着20亿美元的资产。这人聪明吗？当然聪明。在学校里，他可能是那种你连车尾灯都看不见的天才，但在金融市场这个绞肉机里，智商有时候不仅没用，反而是一种累赘。1998年，他的基金收益率只有12%，而纳斯达克涨了40%。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，投资者开始撤资，董事会开始施压。那些对他指手画脚的人，智商可能只有他的一半，但他们手里拿着这一年的成绩单。迈克尔给我打电话，声音里满是焦虑。他说：查理，我知道这些科技公司没有利润，我知道估值疯了，但如果我不买，我就会被解雇。所有人都在赚钱，只有我在坚守价值投资。听听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社会认同倾向在作祟。当所有的驴鼠都冲向悬崖时，那只不想跳的驴鼠就会感到极度的痛苦。他对我说，降息周期已经开始了，流动性会推高所有资产价格。我是该坚持还是该跟进？我当时就告诉他，迈克尔，你在问错问题。真正的问题不是该不该买，而是为什么你觉得不得不买。但他没听进去。人类的理性在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脆弱得像一张薄纸。3个月后，他投降了，他开始买入科技股。6个月后，他的基金涨了80%，他成了华尔街的明星。你看，市场给他的错误行为发放了巨额的奖赏，这是最危险的强化机制。1年半后，2000年3月，科技泡沫破裂，结局你们都能猜到。他的基金在3个月内损失了70%，投资者疯狂赎回，他被迫在最低点清仓，基金关闭，他破产了，甚至因为高杠杆欠下了巨额债务。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02年，在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门外。他已经不做基金了，
在一家小投资公司打工，40多岁的人，眼神空洞，头发白了一半。他对我说了一段让我至今难忘的话：查理，我一直以为降息是机会，流动性宽松，资产价格就会涨，这不是基本逻辑吗？但我现在才明白，降息不是给我机会，是给我幻觉。当一个人开始相信幻觉的时候，再多的智商也救不了他。第2章，剖析3重幻觉，你的大脑在欺骗你。迈克尔死于幻觉，而这种幻觉在降息周期里会呈现出3种致命的形态。我在《穷查理宝典》里反复强调过这些概念，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它的可怕之处。财富幻觉，名义数字的骗局第1重叫财富幻觉。降息周期开始，流动性泛滥，水涨船高，你的股票涨了30%，你的房子涨了50%，你的账户数字翻倍了。你看着那个数字，觉得自己富有了，甚至开始计划买游艇了。但这是彻头彻尾的幻觉。为什么？反过来想，如果所有人的资产都在涨，所有商品的价格也在涨，你真的变富有了吗？你的账户从100万变成了200万，但一个汉堡的价格从5美元变成了8美元，一套房子从50万变成了100万。你的数字翻倍了，但你的购买力根本没变。这就像你把尺子上的刻度缩小了一半，然后宣称自己长高了1倍一样愚蠢。人类的大脑不擅长处理通货膨胀，我们习惯用名义数字思考，而不是实际购买力。1970年代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聪明人，他们买了10%收益的债券，觉得自己赚大了。但当时的通胀率是15%，名义上赚了10%，实际上亏了5%。这些人不是笨，他们只是被数字骗了。降息周期就是这种幻觉的温床，所有数字都在变大，你的账户、你的资产、你的财富。但记住这句话，真实的财富是购买力，不是账户数字。当你把名义收益当成真实收益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输了。能力幻觉是你在游泳，还是潮水在推你？第2重叫能力幻觉。在降息周期里，所有资产都在涨，你买什么都赚钱，买科技股涨，买房地产涨，买加密货币这种电子赌博代币也涨。这时候一种可怕的心理变化发生了，你开始觉得自己变聪明了，你开始相信自己有投资天赋，你开始给朋友提建议，开始在网上写投资心得，甚至开始觉得我和沃伦·巴菲特那套价值投资太保守，太老掉牙了，别傻了。你赚钱不是因为你聪明，而是因为潮水在涨。我和沃伦在2020年股东大会上说过一句话：在牛市里，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天才，但只有当潮水退去，你才知道谁在裸泳。回顾2008年之前的那个降息周期，市场狂欢了半年，所有的投资大师都在展示自己的战绩。1年后，雷曼兄弟破产，市场暴跌50%。那些所谓的大师全都消失了，他们的天赋哪儿去了？被狗吃了吗？答案很简单，那从来不是天赋，那是幻觉。真正的投资能力不是在牛市里赚钱，傻瓜都能在牛市里赚钱，而是在熊市里不亏钱。当你在降息周期里赚到钱时，千万别去照镜子自我欣赏，你只是运气好，站在了潮水涨的那一边。安全幻觉，平静的表面下是吃人的鲨鱼第3重，也是最阴险的一重，
叫安全幻觉。降息周期里，市场波动率往往会下降，股票不再暴涨暴跌，而是稳步上涨。你的账户每天都在增长，没有大的回撤。你看着那条平滑的向上曲线，开始觉得风险降低了。于是你开始加杠杆，开始满仓，开始把所有积蓄投进去，因为看起来很安全。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判。我在《穷查理宝典》里专门讲过，人类习惯用最近的经历推断未来。如果最近3个月没有危险，我们就会认为未来也不会有危险。这是进化留给我们的缺陷。在原始森林里，如果这3个月没有狮子，那确实意味着这里相对安全。但在金融市场，低波动往往意味着风险正在积累，就像地震前的平静，火山爆发前的寂静。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夕，市场波动率创下历史新低。高盛的风险模型显示，市场崩盘的概率是25个标准差事件，也就是说几乎不可能发生。所有人都觉得这次不一样，觉得系统性风险已经被消除了。1年后，那个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发生了，全球金融体系差点崩溃。是模型错了吗？不，是前提错了。他们以为低波动意味着低风险，但其实低波动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如果你因为市场平静而感到安全，那你就是那个在火山口野餐的傻瓜。你们可能会想，查理，我只要保持清醒，不信那些幻觉不就行了吗？年轻人太天真了。在这个游戏里，不仅有人在诱惑你，还有人在强迫你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大多数投资书籍连提都不敢提的真相，我把它叫做制度性强迫症 （Institutional Imperative）。这个概念我在《穷查理宝典》里详细讨论过，它是导致金融灾难的罪魁祸首。什么是制度性强迫症？想象这样一个场景，你是一个基金经理，管理着10亿美元。你读过格雷厄姆，你读过巴菲特，你知道市场现在的估值已经疯了，你知道降息制造了巨大的泡沫，你知道最理性的做法是持有现金，等待崩盘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做，持有现金，你的收益在那个月可能会跑输市场30%。接下来的事情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发生，投资者会撤资，董事会会质疑你，同行会嘲笑你，媒体会批评你跟不上时代。你面临的不是该不该买的理性选择，而是买进垃圾还是被解雇的生存选择。这就是制度性强迫症。当整个系统都在鼓励某种行为时，即使是最理性的人，也会被迫做出非理性的决定。降息周期就是最大的制度性强迫症陷阱。为什么？因为降息改变了整个系统的激励机制，它制造了3层强迫。第一层，流动性强迫，降息意味着现金收益归零。如果你持有现金，你每年可能要亏损5%的通胀。如果你买债券，收益可能只有2%，扣除通胀还是负收益。系统在拿着枪指着你的脑袋说，去冒险，必须去冒险才能保值。第二层比较强迫，这是人类的嫉妒本能在作祟。你的邻居买股票赚了50%，你的同事买房赚了80%，你的朋友投资那个什么加密货币翻了3倍。如果只有你没赚，你会觉得自己是个傻瓜。系统在强迫你必须跟进，否则你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就落后了。第3层，职业强迫，这是针对专业人士的。
如果你是基金经理，跑输市场就会被解雇；如果你是企业 CFO， 不拿便宜的钱去盲目扩张，就会被董事会质疑。系统在强迫你必须有所表现，否则就会失去位置。这3层强迫叠加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拿破仑效应陷阱。即使你知道前面是悬崖，但后面有千军万马在推着你，你不得不跳。这就是为什么降息周期开始时最危险，不是因为降息本身有问题，而是因为降息创造了一个系统性的强迫环境。在这个环境里，理性变成了劣势，谨慎变成了错误，等待变成了惩罚。芒格金句：当所有人都被迫做同一件事时，那就不再是机会，而是陷阱。第4章，2008年的实战。在恐慌的顶点扣动扳机，既然系统在强迫你犯错，那我和沃伦·巴菲特是怎么做的？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没有，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在这个疯人院里保持正常。让我们回到2008年，那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降息周期与崩盘。2008年9月，美联储开始降息，市场一片欢腾，所有人都在说救市来了，该抄底了。那个月我接到了无数个电话，投资者、基金经理、商学院教授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查理，降息周期开始了，是不是该买入了？我的回答让所有人都失望了。我说不，降息周期开始不意味着恐慌结束，恐慌顶点才是买入时机，不是政策起点。很多人不理解，他们觉得我和沃伦太保守了，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。9月降息后，市场确实反弹了20%，那些抄底的人赚得盆满钵满，到处炫耀。而我们呢？我们要么被嘲笑是老糊涂，要么被批评持有400亿美元现金是在浪费资源。但我们什么也没说，继续坐在那里，像鳄鱼一样等待。然后10月来了，雷曼兄弟破产，市场暴跌40%。那些在9月因为降息幻觉而冲进去抄底的人，全部被套牢，杠杆爆仓，追加保证金，强制平仓，很多人输光了一切。直到那时，当街上流满鲜血的时候，我和沃伦才终于开始行动。我们行动不是因为美联储降息了，而是因为恐惧到达了顶点。我给《纽约时报》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很简单，叫《买入美国》。我说我正在买，但请注意，我买的是什么？我没有去买那些所谓的高科技股，也没有买那些充满了有毒资产的金融股。我买的是可口可乐，是美国运通，是富国银行，那些最无聊、最被低估、最被市场像垃圾一样抛弃的优质公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在做空间套利，我是在做时间套利。芒格金句：真正的机会永远在时间的另一端。降息周期开始时，大多数人在亢奋，恐惧顶点时，大多数人在绝望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别人亢奋时旁观，在别人绝望时入场。第5章，破解迷局的核心心法：空间套利 vs 时间套利。现在我要把这个最深层的秘密交给你们，这是我和沃伦用了几十年才真正理解的道理，也是区分赌徒和投资者的分水岭。如果你去书店拿起任何一本教你怎么炒股的书，他们教你的基本上都是空间套利。什么是空间套利？就是在同一时间买这个卖那个，
赚取价差，买科技股，卖传统股，买 A 国股市，卖 B 国股市，买增长型，卖价值型。这就像是在超市里试图找出哪个收银台的队伍排得最快。这种套利的前提是你比市场更聪明，你觉得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。但在降息周期里，这个前提是致命的，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在降息周期里，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更聪明了。当所有人都在做同样的套利时，那就不再是套利，而是拥挤。就像那个著名的笑话，如果大家都站起来看戏，没人能看得更清楚，只会大家都累得半死。聪明人不做这种傻事，聪明人做时间套利。什么是时间套利？就是在时间的错位中寻找机会。当别人亢奋时，你冷静；当别人恐惧时，你贪婪；当别人冲进去时，你走出来；当别人放弃时，你坚持。这两种游戏有着本质的区别。空间套利是在和别人赛跑，你必须跑得最快，你的电脑必须最快，你的消息必须最灵通才能赢。时间套利是在等别人跑累了，你慢慢走过去捡便宜。哪种更难？表面上看，空间套利更难，因为你需要比所有人都聪明。但实际上，时间套利才是最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需要战胜人性，你需要在所有人都说你错的时候，依然相信自己是对的。你需要在所有人都在赚钱的时候，接受自己错过了。你需要在所有人都在嘲笑你保守的时候，继续保守。这需要的不是智商，智商在这里一文不值。这需要的是理性，是清醒，是耐心。我和沃伦能在投资界活到现在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算得快，而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能等。我们愿意在降息周期开始时，看着别人赚钱，自己持有现金。我们愿意在恐慌顶点时，看着别人绝望，自己开始买入。我们甚至愿意用10年的时间去等一个真正的机会。这就是时间套利的本质。智商会贬值，但耐心永远稀缺。很多傻瓜问我，查理，美联储降息难道不是好事吗？那不是顺风吗？这是一个极其幼稚的比喻。他们把利率当成了风。什么是风？风来了，帆船就能走得快；风停了，帆船就慢下来。但船本身是稳定的，它不会沉。但利率不是风，利率是金融世界的万有引力。沃伦·巴菲特在1999年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，至今很少有人真正听懂。我要你们现在用物理学的思维模型来想象一下引力的作用。如果地球的引力突然减弱，会发生什么？所有东西都会飘起来，房子、车子、人、动物，所有有质量的东西都会离开地面，飘向天空，看起来很美好，对不对？自由飞翔，摆脱束缚。你们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。降息了，引力减弱了，股票飘起来了，房子飘起来了，连那些毫无价值的垃圾资产，比如某些只有代码没有利润的科技股，甚至比特币都飘起来了。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更富有了，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学会了飞行。但问题是，低引力状态不会永远持续。当引力利率恢复正常，甚至因为通胀失控而不得不加强引力加息时，会发生什么？所有飘在天上的东西都会掉下来，而且你飘得越高，摔得就越惨。这不是阴谋论，这是物理规律。
2000年，美联储开始升息，盈利恢复，科技泡沫破裂，纳斯达克跌了80%。2006年，美联储开始升息，次贷危机爆发，市场跌了50%。2021年，美联储再次升息，科技股和加密货币暴跌，很多资产跌了70%到90%，每一次都是同样的故事。降息时，所有人都觉得这次不一样；升息时，所有人都发现还是一样。大多数人把降息当成风，以为自己只是在顺风航行，稍微调整一下帆就好。聪明人把降息当成引力变化，知道自己其实是在漂浮，脚下是万丈深渊，随时可能摔得粉身碎骨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沃伦在降息周期里总是显得那么胆小，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美联储，而是因为我们敬畏引力的规律。引力可以被暂时改变，但不能被永久消除。当你依赖低引力飘起来时，你就必须为引力恢复做好准备。芒格金句：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学会了飞翔，其实他们只是在坠落之前享受那短暂的漂浮。第7章，养老基金经理的救赎。一个关于不做的智慧。我再讲一个故事，关于如何在巨大的压力下保持理智。2020年3月，疫情爆发，美联储紧急降息至0，市场先是暴跌50%，然后开始剧烈反弹，所有人都疯了，都在喊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接到了一个养老基金首席投资官的电话，他管理着300亿美元，负责几十万退休教师的养老金。这可不是小钱，这是别人的保命钱。他在电话里快崩溃了。查理，我的团队都在催我加仓，他们说降息了，流动性来了，不买就晚了，但我总觉得不对劲。他说市场跌了50%，又涨了30%，但经济基本面没有任何改善，企业还在裁员，失业率还在上升，很多行业还在停摆，凭什么涨？就因为美联储印钱。我问他，那你自己怎么想？他沉默了一会儿说，我想等，但所有人都在说我保守、胆小、错过机会。董事会已经开了2次会质疑我了，如果再不表现，我可能会被撤职。看，这就是我说的制度性强迫症。我对他说，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管理的不是追求最高收益的对冲基金，你管理的是养老金。你的客户平均65岁，他们还有20年要活。如果你现在追高买入，赚了50%，他们只是多了一点零花钱，很好。但如果你现在追高买入，又跌了50%，他们的养老金没了，怎么办？他们还有时间重新赚钱吗？电话那头死一般的寂静。最后我说，答案很简单，对你来说，不亏钱比赚钱更重要，保本比收益更重要。所以如果你不确定，就不要做，等到你确定了再做，晚一点没关系，错过一点涨幅也没关系，但绝对不要在不确定的时候用别人的养老钱去冒险。他听进去了。6个月后，市场经历了一次大回调，那些在3月恐慌中追高的基金，很多又亏了30%，而他依然持有30%的现金，像个狙击手一样等待着。1年后，市场稳定了，估值回到了合理区间，他开始慢慢建仓，买入那些真正优质、估值合理的公司。3年后，他的基金年化收益12%，虽然不是市场上最高的，但是最稳定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客户没有一个人因为市场波动而失眠。
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钱在一个理性的人手里，而不是在一个跟着降息起舞的赌徒手里。这就是真正的投资，不是追求最高收益，而是追求最确定的收益；不是抓住每一个机会，而是避开每一个陷阱；不是比别人跑得快，而是比别人站得稳。第8章，给投资者的终极清单：如何在疯狂中生存？我活了99年。如果今天我能给在座的每一个投资者写一封信，我会把我这一生的教训浓缩成这5条建议，拿笔记下来，把它贴在你的电脑屏幕上。第一，认清3重幻觉，不要做那个拿着名义收益沾沾自喜的傻瓜。对抗财富幻觉，问自己：我的购买力真的增加了吗？记住，名义收益不等于真实收益。对抗能力幻觉，不要因为赚钱就觉得自己变聪明了，问自己：是我的能力还是潮水的推动？记住，牛市里所有人都是天才。对抗安全幻觉，不要因为低波动就觉得风险降低了，问自己：这是真的安全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？记住，风险不是波动，风险是永久性损失。第二，抵制系统性强迫。当所有人都在催你行动时，你要学会按下暂停键，问自己：我是真的看到了机会，还是只是害怕错过 FOMO？ 我是在做独立判断，还是在屈服于压力？我承担这个风险是因为它值得，还是因为我不得不？如果答案是后者，那就停下来。被迫的决定往往是错误的决定。真正的机会永远不需要别人催促你。第三，做时间套利，不做空间套利。不要去玩那个谁跑得快的游戏，你会输给算法和内幕交易者。不要问降息了什么会涨最快，现在该买什么板块。要问现在有什么被低估了，市场在恐惧什么？我能从这种恐惧中获利吗？记住，空间套利你需要比别人快，时间套利你只需要比别人有耐心。第四，理解利率的本质，把利率是风这个念头从脑子里删掉，植入利率是引力。降息不是机会的开始，往往是幻觉的开始。真正的机会在恐惧的顶点，不在政策的起点。当美联储降息时，不要急着冲进去，等一等，等市场从亢奋走向恐惧，等估值从荒谬回到合理，等那些真正优质的公司被市场错误的抛弃，那才是你的时机。第五，永远为意外保留弹药。我和沃伦有一个共同的习惯，永远不满仓。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还持有400亿美元现金，不是因为我们胆小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最好的机会往往出现在最糟糕的时刻。但如果你在之前已经满仓了，那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。现金不是垃圾，现金是期权，它给你选择的权利。在别人被迫卖出时，你可以买入，这种权利比任何收益都珍贵。结尾，理性的力量。芒格喝完了最后一口可乐，慢慢站起身。年轻人，投资说到底不是关于钱，而是关于性格。这个世界充满了聪明人，但充满了疯狂的聪明人。他们计算能力很强，但心理素质很差。他们在这个降息的周期里，被贪婪驱动，被恐惧驱赶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。你想赢吗？你不需要比他们聪明，你只需要不犯傻。在所有人都疯狂的时候，保持清醒，
在所有人都漂浮的时候，脚踏实地；在所有人都盯着美联储嘴型的时候，盯着企业的价值。降息不是敌人，幻觉才是敌人。政策不是陷阱，人性才是陷阱。回去吧，好好思考一下反向思考和时间套利，别再盯着屏幕上的 K 线图了。去读点历史书，去读点心理学，因为在这个赌场里，最终赢走筹码的，永远是那些不仅看懂了牌，更看透了人的人。